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沁清醒真实，不争不抢，为何总是与爆红失之交臂？李沁这姑娘说起来也挺让人琢磨不透的。你说她资源差吧，也不见得。戏一部接一部，合作的也都是顶流，像什么肖战、王一博、李易峰，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可是你说她红吧，又好像总是差那么一口气，总觉得她好像始终没有真正爆起来。网上关于她的讨论也总是离不开扶不起的阿斗这种说法。总有人觉得她长得漂亮，演技也不错，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红不起来。说实话，这种说法我不太同意。要我说，李沁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真实和清醒。这种真实和清醒，在她参加《花儿与少年》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参加那节目前，我对李沁的印象和其他女明星也没啥区别，觉得她们嘛，都是光鲜亮丽的，活在精修图里的。可是话少一播，我才发现李沁完全打破了我对女明星的刻板印象。她太真实了，真实的就像我们身边的普通女孩。节目里有个小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时大家要带的东西太多了，行李都超重了，别的女明星恨不得把所有衣服都带上，生怕自己不够漂亮。可是李沁呢，直接拿出一个土味十足的编织袋，把大家的东西都装进去。要知道，那可是在镜头前啊，别的女明星恨不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李沁却毫不在意形象，直接拎着编织袋就出门了。这要是换成别人，估计早就被骂死了，说她没品位、土气。可是李沁呢，她不在乎这些，她更在意的是解决问题，是帮助大家。还有一次，马思纯晕船了，难受的不行，李沁一直在旁边照顾她，又是递水，又是拿药，体贴的像个大姐姐。而且她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关心，而是真的在乎马思纯的感受。她会一直问马思纯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让人觉得特别温暖。在团队里，李沁也总是默默地承担任务，她不会争抢风头，也不会抱怨辛苦，总是默默地把事情做好。比如搬行李的时候，她总是抢着去搬重的；吃饭的时候，她总是主动收拾碗筷。她就是那种特别靠谱的人，让人觉得很安心。而且李沁在节目里真的就是做自己，她不会为了镜头而故意表现，也不会为了讨好观众而改变自己。她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口大口的吃，不会装模作样。她穿衣服的时候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不会追求所谓的时尚。她就是那种真实不做作的人，让人觉得特别亲切。你看她在节目里吃东西的样子，完全不在乎什么形象管理，不像有些女明星吃东西恨不得嚼100遍，还要假装很优雅。李沁就是很自然的吃，想吃啥就吃啥，完全不把自己当成明星。她穿的衣服也很简单朴素，就是一些舒服的休闲装。她不会穿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也不会化浓妆，就是简简单单的，让人觉得很舒服。这种真实其实是很难得的。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里，大家都拼命的想把自己打造成完美的人设，生怕有一点瑕疵。可是李沁呢，她不在乎这些，她只想做自己。可能正是因为她的这种性格，才让她在娱乐圈显得有些另类。她不争不抢，不炒作，只是默默的拍戏，默默的做自己。这种性格在娱乐圈可能不太吃香，但是却让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有人说李沁太低调了，不会炒作，所以才红不起来。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片面了。是，李沁是比较低调，她很少上热搜，
也很少有什么绯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实力，也不代表他没有价值。我觉得红这个字不应该只有一种定义。难道只有上了热搜，有了话题才算是红吗？我觉得不是。一个演员的价值不应该只看他的人气，更应该看他的演技，看他的作品，看他给观众带来的感动。李沁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她演过很多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比如《楚乔传》里的元纯公主，她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让人又爱又恨。还有《庆余年》里的林婉儿，她把这个角色演得温柔善良，让人觉得特别舒服。我觉得李沁的价值就在于她对角色的投入，在于她给观众带来的感动，在于她内心的平静和坚定。她不在乎所谓的名利，她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作品，是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李沁，我们应该看到她身上的闪光点，看到她的努力和付出，看到她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里，李沁就像一股清流，她不争不抢，默默地做自己，用自己的实力和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我希望李沁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真实和清醒，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也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追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而李沁的价值就在于她的真实，在于她的演技，在于她的作品。2. 忘了自己是女明星。李沁马思纯石头涂口红引爆热搜，他们终于不装了。当李沁和马思纯在埃及的烈日下随手捡起一块红色石头当口红，对着镜头笨拙地往嘴上涂抹时，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个毫无偶像包袱的瞬间会掀起一场关于女明星身份的大讨论。名场面诞生，石头当口红，他们真敢涂。花儿与少年同心记埃及站，李沁和马思纯听说当地红色的矿物石头能当口红，二话不说捡起来就往嘴上涂。不仅涂，还认真点评颜色，这个色号好像还行，甚至画起了眉毛，互相调侃像在专柜试妆。这一幕让网友炸了锅，这是内娱女明星能有的状态。双引号，他们是不是忘了自己在录节目？双引号，但这只是缩影。马思纯全程抽象幽默，接梗鸳鸯浴，自嘲想得美；李沁则笨拙真实，为买贵了一条丝巾懊恼半天，素颜出镜照顾同伴。没有华丽礼服，没有精致妆容，他们彻底撕掉了女明星的标签。松弛感背后是两个女孩的自我重建。很多人说这是演技，但真相或许更动人。这份松弛其实是两个人与自我和解的旅程。马思纯走出抑郁，找回快乐。她曾在节目中坦言，因为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开始减少抗抑郁的药量。从最初因鸟屎掉头上而焦虑的社恐，到后来能自然接梗，参与决策，甚至在海边夕阳下回眸一笑。那个镜头被弹幕刷屏，恭喜小马真正活过来了。双引号，李沁放下完美，接受鲜活。她一度害怕上综艺，担心暴露社交短板，但这次她选择了坦然，会因为算错经费而尴尬，也会因买贵东西而自责。这些不完美反而成了观众眼里的闪光点。原来李沁也会犯傻，好真实。是真实还是表演？网友争议了，当然也有质疑。上节目怎么可能没剧本？双引号，石头往嘴上涂，不怕重金属超标吗？双引号，甚至有人翻出旧料，马思纯曾说过有时需要刻意表现开心，李沁也承认接节目是因为嘉宾阵容合适，但绝大多数观众并不买账表演论。即便是演，
能演出这种松弛感，我也信。双引号，至少比硬凹少女感、女王人设的真实多了。双引号，为什么我们爱看忘了身份的女明星？这波热度背后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审美反叛。公众看腻了女明星的精致枷锁走红毯不能出错，发言不能有误，身材不能走形，人设不能崩塌。而李沁和马思纯的忘我，恰恰击中了这种疲劳。我们想要的原本就不是完美，而是鲜活。就像网友所说，他们让我们看到女明星也可以有脆弱、笨拙、犹豫和尴尬，而这些本就是人性最动人的部分。双引号，给行业的一记提醒：真实才是新流量密码。花少期为什么能赢？因为他悄悄完成了一场去剧本化实验。节目组不强行制造冲突，而是用华为手机抓拍未修图的夕阳回眸，用镜头记录捂耳朵、涂石头、算错钱这些细微瞬间。结果这些不经意全成了爆点，这给内娱提了个醒。观众早已厌倦了工业糖精式的剧本和硬凑的热搜，能打动人的从来都是真实事件里长出的情绪与温度。李沁和马思纯或许从未忘记自己是女明星，她们只是用一种更勇敢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她。女明星的魅力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敢于坦荡地做自己。正如一条高赞评论所写，星辰之所以闪耀，不是因为她完美无瑕，而是因为她允许自己也有瑕疵。